想学习如何写脚本，可以从哪方面的技能开始学习？从说故事、谈话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，可爱又迷人的。嗨，我是那个乌喵。如果你还没按下订阅的话，快点按下订阅哦。Hello guys， 我是 Neko 乌喵。其实从以前就有小猫陆陆续续在问我，该怎么开始录制一支 YouTube 影片。大多数 YouTuber 回答这个问题都会说，就拿起相机开始拍呀，以为很简单的事情。看着荧幕的彼端，突然好像看到外婆在那一头招手，茫然又无助，对吧？我懂你。所以开始有了脚本这个的需求的存在。所有一律问我写作问题的小猫们，我给的建议都是写就对了。好的脚本其实需要大量的吸收经验、阅读、逻辑架构。可是我觉得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是不行的。对我来说，一支好的影片，除了我可以在影片内得到知识内容以外，我更想要知道做影片的人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。知识是死的，但是观念却可以讨论、交换、冲撞。即便有些可能刷新三观下线，但依然是走出舒适圈的一种方式。不论是书籍或是电影，永远只挑自己爱看的，就会少了接收的广度。对于个人成长来说，不太健康。但是这是对我来说啦。欢迎你在下方留言，你觉得怎么样的影片是好的呢？基于上述的原因，写作的过程可以简单整理成输入、思考、输出3个步骤。那要怎样才能有高质量的脚本呢？假设每一段的转换中间都有些许的耗能，逻辑上我们只要提高输入的品质、效果和强度，就能得到一支很有内容的影片。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啾啾写早期的说书和他最近期的说书内容，其实强度和品质都有很大的差异。这里的品质不只说的是影片品质哦，更多是挑书的内容和诠释书籍的方式。他的做法基本上已经是精华一整本书的内容，让人不看书也能在短时间内吸收。曾经我也想做过这样的类型，应该比较能打到大家的痛点，但最终我还是希望能够培养大家的阅读习惯，拥有一个好的阅读效果，应该要带着目标和预期阅读边培养思考能力。如果能做笔记就更好。阅读时要带着批判性的思维和学习的心态，在阅读的过程中要不断带入自己的工作或生活场景。为了达到以上的效果，所以我放弃了精华内容的方式撰写脚本，而是不断以介绍加提升兴趣为目标。在任何一篇文章开始动笔之前，要想清楚最终希望带给读者们怎么样的影响。如果这个影响没有任何好处，人家为什么要花时间在你的创作上呢？我从没有希望节省大家的时间，而是希望小猫们除了影音世界的娱乐以外，还能拨一点时间看看书，培养阅读的兴趣，这才是我最终的目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成功影响了多少人呢？可以留个言让我知道一下吗？回到脚本上，脚本又能分成不同的类型。假设今天是开箱或者是 vlog， 中间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，就只能写一个大概，让看脚本的人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也让拍摄者有一个大致的依据方向，不至于跑偏太多。如果像是我这种内容型的创作者，就可以事先准备好逐字稿，一样画葫芦。拍摄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最难的还是看稿的时候要很自然的演出。我现在不是看稿哦，是很自然的在跟你们说话哦。这种假象，越是自然的分享，就越能把讯息传给荧幕另一端的观众。这一点不论是影片还是文章都适用。接下来我会分享几个开始写作的步骤，顺便分析一下我自己平常安排影片的节奏，以及志祺七七和其他 YouTuber 这样以内容为主的频道是怎么安排脚本的，给想要入坑进入内容型创作者们的小猫一点参考方向咯。1. 决定主题。一个
个好的主题不是用这个感觉会爆红哦来决定的，而是先决定影片或是文章内容的客群是谁，并且解决他们的需求，俗称就是找出痛点。啾啾鞋解决懒得看书又好奇内容的痛点，志祺七七解决看不懂新闻或不了解时事的痛点。在决定一个主题之前，需要找出一个痛点，这样会比较简单。千万别学我，是强迫大家养成痛点，这样墙会跌得比较高咯。不过我偶尔还是会解决好想做医美但不知道效果如何的痛点。这类型的影片默默在我的频道成效超好啊！转型好了，转型好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。你去哪里？给我回来！2、吸引人的开头。拿影片来说，能吸引人往下看的关键，大概就是开头的3到5秒。志祺和啾啾鞋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利用好奇心，提出让观众好奇的问题，吸引大家往下看。阿滴比较常用的是点出主题，让人马上知道看完这支影片你能得到什么样的新知识啊。我个人呢，基本上就是先用梗让你笑出来，放松戒心，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诱使你慢慢往下看下去。没办法，我就说我的墙比较高了哦。3、片头。花了一堆时间写了一大堆脚本，总是要加强一下个人品牌的概念啊，这不就是拍片的最终目的吗？如果今天是单纯写作的话，置入个人品牌的概念可以变成连接到其他相关的文章。这一招其实就是我之前拍过叉叉叉影片，可以点资讯卡去看哦，意思是一样的啦。4、事件重点。接着来到整支影片的核心了，故事。就像电影摘要一样，需要把一件事情重点整理成300字左右的内容。当然可以再更多，但也就要更庞大的技巧，让人有耐心看完。这一点我觉得啾啾鞋就做得很好，他会在影片内用大量的情境和动画交叠，让人比较有代入的感觉。我到目前为止用过最好的方式，还是在说故事的时候，时不时就要丢出悬念，解答一个痛点之后，马上丢出下一个问号。听起来很悬，但很多戏剧也常用这种手法，比如说将结尾断在要公布答案的前戏，让人迫不及待想要看下一集。类似像这样的手法，可以不断运用在故事之中，把想传达的重点塞在故事里面，等故事讲完，重点也说完了，嘿嘿。5、条列重点。有时候想传达的东西太多，我会喜欢用条列式的方式重点整理。一来是让内容更好吸收，二来是能够更有逻辑的架构整篇脚本，三来是如果有人只想看重点，可以直接跳到这里看。对于写文章或写脚本，条列重点或小标题这样的技巧非常重要。有些人喜欢用条列重点来做影片最后的结尾，像是艾尔文就蛮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替大家重点整理，再次加强影片想要强调的观点。6、结尾。结尾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，但唯一的重点就是求订阅、求分享、求点赞。其中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分享啦。要怎么样写出让人愿意分享的内容，大概是所有网络创作者都在思考的问题吧。艾丽莎莎曾经跟我说过，她想到主题之后，下一步会想这个内容有没有办法上新闻。对于她那个等级的创作者来说，上新闻已经是很基本的推广方式了啊，所以我也被碎念过，我的东西就是没有话题性呢。呼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是最直接暴力的方法。黄大千的做法是提醒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，也可以学国际美人，不喜欢就不要看。拜，加强自己个人品牌以及另类加深印象，没有什么绝对的公式啦。以上是我简单粗暴的分析脚本写作方法。其实说来惭愧，一直以来我写脚本都很 freestyle， 直到最近我才真的开始有一点点 SOP。最后推荐大家2本我觉得还不错的写作书。第一本是3分钟说18万个故事，打造影响力。它还有续集，在讨论品牌力的问题。
问题，因为作者本身就是编剧，就是靠写脚本吃饭的。书本身也很好阅读，没有阅读习惯也能轻松看。第二本是我手上这本《大人的11堂写作课》，作者是对岸千万写作课的讲师，每一篇都扎扎实实给出技巧和实战策略。不过它针对的是写作的部分，推荐给有需要写文案或者想要从事部落客的小猫们。最后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用订阅代替掌声，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每个星期二晚上8点，我会在这里竹高墙分享一本我觉得很棒的好书或者好故事给大家。心有余力，欢迎使用加入按钮，1个月75块钱，请我喝杯咖啡，让这个频道有动力继续运作下去，我会非常感谢你的。我们就下个星期二晚上8点同一时间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说真的，竹高墙这种傻事，放眼望去，目前只有我在做。多数说书人目前还是比较喜欢用10分钟告诉你一本书的精华这种方式做影片，或者把书的观点当成自己的，连书都不提了。唉，为什么我就是这么傻呢？提供背啊！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。